就因为我不答应给小舅子买房子，老婆为了报复我，不仅出轨他的白月光，还告我婚内强奸他。然而我坐牢后，他们全家都慌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小冉，我保险箱里30万现金呢。我叫刘冰，今年36岁，是一家小装潢公司的老板。前几天刚从公司账户取30万出来，准备给手下的工人发工资的，还有结算材料款。现在钱没了，今天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，跟人家结算尾款？老婆林小冉毫不在乎道：“钱是你存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保险箱的密码只有我和你知道。现在里面的钱没了，不是你拿的。还有谁？”林小冉一脸气愤地瞪着我，死活不肯承认。好啊，刘冰，你怀疑我是吧？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，有偷过你的钱吗？你不承认是吧？行，那我报警。保险箱上肯定会有小偷的指纹，到时候警察查到谁，就别怪我了。听到我要报警，林小冉顿时暴跳如雷，对着我怒吼：“刘冰！我不就是拿你点钱给我弟买房子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我弟不是你弟，当初娶我的时候口口声声答应我，说把我的家人当做你的家人，原来你都是骗我的。”他终于承认了，我和林小冉结婚5年了，这5年他们全家都靠我养活。他爸是个赌鬼，他妈是个病痨，他弟不务正业，整天在社会上鬼混，这些年挣的钱基本上都被他家人霍了。给他家人花钱，我虽然有些心疼，但也出手阔绰，因为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没有亲人，所以和林小冉结婚后，我一直都把他的家人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。虽是如此，但他的家人简直就是无底洞、吸血鬼。我骗你什么了？这些年我对你的家人还不够好吗？你拿我的钱还少吗？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有些事情你总要分个几缓轻重吧。没了这30万，我公司还怎么维持？然而林小冉丝毫不理解我，咄咄逼人地质问我：“在你心里，我弟的婚姻大事还没有你那破公司重要？”我不管，总而言之，给我把30万拿回来，不然我就马上报警。公司虽小，但也是我这么多年一路打拼的成果，是我最安全的保障。我不能让公司倒闭。听到我向他要钱，林小冉哭哭啼啼收拾衣服回娘家，我拦都拦不住，最后只能打车一路尾随。因为我的车被小舅子给开走了，说是借个1、2天，到现在都没有还给我。来到老丈人家门口，我就听到小舅子林华咋呼呼的声音：“什么呀？那个绝户的东西居然把你赶出来了，我这就找他算账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的肺快要气炸了。这几年来，我为小舅子前后花了最少有50万，他不但不懂得感恩，还骂我是个绝户。这时，屋内又传来丈母娘的声音：“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那狗东西咱们先不管。小冉啊，你弟结婚买房，30万的首付是够了，可是后面还要贷款的，这贷款的钱谁来给啊？你弟没有工作，肯定是无法偿还的。”林小冉道：“妈，这个我早就想好了，房产证写林华的名字，这贷款人就写刘冰。”丈母娘担忧道：“可是你跟刘冰吵架了，他愿意吗？”老丈人的骂声响起：“他不愿意也得愿意，就他那种绝户，挣钱不给我们花，他又能给谁花？他要是不愿意，我就让小冉跟他离婚。”丈母娘又道：“老头子，你能不能小声点？被邻居听到多不好。那个绝户要是真跟小冉离婚了怎么办？”林小冉说道：“
妈，就算他真的跟我离婚了，我也想好了出路。不过亮，他也不敢跟我离婚。就他那种上没有父母，下没有子女的人，离了婚谁要？丈母娘夸赞道：“还是我家女儿厉害，把这个绝户吃得死死的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站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对他们一家子掏心掏肺，他们居然拿我当绝户来吃，真是让人心寒。小舅子林华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姐，千万不能离婚啊！我记得你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你俩的婚房就已经买好了吧？这要是离了，你可没地方住了。”丈母娘道：“对对对，我都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就算离婚，也要把房子弄到你的手里再离。”林小冉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肯定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”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脚将门踹开，怒火中烧，咆哮道：“林小冉，你们一家王八蛋！我对你们一家4口那么好，而你们居然这样对我，把我当绝户来吃！”看到我的出现，他们一家4口蒙圈了。刘冰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林小冉和丈母娘异口同声道：“我要是不跟过来，还真不知道你们全家人的心是如此的歹毒。”我面容扭曲狰狞地瞪着他们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渴望有个家庭。和林小冉结婚后，我把她的家人全部当亲人，他们却拿我当提款机，当绝户。钱是小事，可我的心真的被伤到了。尤其是林小冉，居然说出那种话。他居然已经想好了跟我离婚的退路。小舅子刚准备冲我发火，被丈母娘拦住了。他急忙对我问道：“刘冰，你来多久了？你管来多久了？总而言之，你们说的话都被我听到了。”我怒道：“哎呀，你听错了，我们说的不是你，是隔壁的王德忠家。”丈母娘狡辩道。随后，她不停地给林小冉使眼色，一旁的林小冉也准备狡辩，被我打住了。“别编了，真当我是聋子？把30万现金还来，然后咱们去民政局离婚，不然我就报警，说林华偷盗30万，可是要坐牢好几年的，你们看着办。”林华想要打我，居然被林小冉给拦住了。他将丈母娘和老丈人拉到房间，也不知说了什么。只见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。“哎呀，好女婿，妈不知道这钱对你这么重要啊！我要早知道，怎么会让小冉拿这钱给林华付首付呢？”丈母娘提着公文包走过来递给我，谄媚笑道：“幸好这钱没动，都在这里，不信你打开来数数。”我接过公文包，打开来查看一番，钱数是对的，确实没有花掉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床头吵床尾和。我家小冉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跟你闹脾气，我这个当妈的向你道歉。丈母娘居然向我主动鞠躬赔不是。这样吧，你俩回家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向你俩要钱了。这时林小冉也主动过来向我道歉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偷拿你的钱。你们小2口回家吧，这是车钥匙。”丈母娘强行从林华的口袋里将我的车钥匙掏出来还给我。我这人从小缺爱，而且我也很爱林小冉，确实不想失去她。见他们主动道歉，我也没再追究。回到家，林小冉破天荒地对我温柔无比，晚上还主动跟我恩爱。我以为林小冉因为害怕失去我，真的会改变了，于是抱着她反客为主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恩爱刚结束，林小冉突然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又不停地扇自己耳光，一直把嘴角大出血。最后又在身上抓出几道划痕，撕破睡衣，那后拿起手机报警：“救命啊！警察先生，救命啊！我老公强奸我，他要强奸我！”看着林小冉报警，
还说我强奸他。我懵了，林小冉，你疯了吧？我是你老公啊，怎么会强奸你？再说了，刚才不是你自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林小冉突然尖叫起来：啊！你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随后他快速挂断电话，一脸得意地盯着我道：刘冰，你完了！我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不敢相信林小冉会这样对我。小冉，你干嘛这样？我可是你老公啊！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呸！林小冉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跟你结婚真是把我给恶心到了。当初要不是看你能挣钱，谁愿意嫁给你这种没家庭的人？你知道我这几年为什么不生孩子吗？你不是输卵管堵塞吗？卵子排不出来，所以无法怀孕。我傻傻地回道。看着我一脸傻样，林小冉扑哧一声，开心的大笑，哈哈哈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这种二货还真是好骗，我说什么你都相信。我的身体好得很，不跟你怀孕是因为我跟你结婚前主动去医院结扎了。林小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无法相信林小冉所说的话。因为当初是他主动接近我的，恋爱的时候他也对我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让我不要生孩子的，你连个爹妈都没有，给你生孩子谁伺候我坐月子？到头来吃苦的还不是我。就你这种智商，生出来的孩子跟你一样笨，我的脸还丢尽了。林小冉冲着我一脸嫌弃地说道：你不喜欢我，又不给我生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欺骗我！我伤心欲绝地问道。30多年了，就因为我是个孤儿，没有女孩愿意跟我谈恋爱。林小冉是我第一个女人，我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她，没想到她从一开始就骗我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因为你能挣钱呗。我那时候也31了，岁数大了，没人要。有你这么个提款机，不要白不要。林小冉舔了舔自己扇出血的嘴唇，玩味地笑道：怎么，是不是很愤怒啊？既然愤怒就打我呀！来来来，你打我呀！林小冉嚣张地冲着我摇头摆尾。虽然我此刻很愤怒很伤心，但我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打他，不然就上当了。其实我已经上当了，我为你们全家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为何要这样报复我？而且我又不是不给你弟买房子，只是现在公司资金短缺，过2个月赚了钱，我会替他付首付。我猩红着眼睛流着泪问道：切，钱到手上才是最实在的。至于我为什么要报复你，因为你浪费了我的青春，这就是你的原罪。这时屋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林小冉突然又惊恐的尖叫：啊呀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他一边叫一边跑出去，我赶忙穿好衣服跟了出去。门外响起警察的声音，里面男人给我听着：快点把门打开，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将用最严肃的手段将你制服。我赶忙走过去将门打开，门刚开，4、5个警察冲进来，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。而这时候林小冉缩在角落里，头发凌乱，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，嘴巴出血，脸上全是巴掌印，身上还有划痕。这种现象不管谁见了都会认为我刚刚在家里实施家暴。其中一位民警迅速脱下自己的制服披在林小冉的身上，我不停地向警察解释，然而警察根本就不相信我。就在这时，楼道内传来噔噔噔的急促脚步声，不一会儿，林小冉他爸妈还有他弟都来了。他们怎么会来的？我记得林小冉没有给他爸妈打电话呀。一瞬间我明白了，他们白天在房间里早就串通好了陷害我。我真是傻，居然原谅他们，还把林小冉带回家。
当时就应该去民政局离婚的。丈母娘一进屋就不停地拍腿跺脚，哭喊道：“我的女儿呀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呀？”小舅子也跟着道：“是哪个畜生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要揍死他！”老丈人则是一直不停地骂道：“畜生，畜生啊！”林小冉抱着他妈就痛哭：“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刘冰他要打死我。”“他为什么要打你呀？”丈母娘问道。林小冉回道：“我今天就买了一件新衣服。他说我打扮得这么好看，一定是出去会情郎，于是他非要我服侍他。可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拒绝了。他心里愤恨，然后就强奸我。”啊！丈母娘又哭得撕心裂肺，小舅子和老丈人双目充血，面目憎恨地瞪着我。我不得不佩服他们一家4口的演技，简直神了！你个畜生，我要打死你！小舅子做出要打死我的模样，不过被警察呵斥住了，不准动手，人我们会处理了。你要是当着我们的面打人，那你就犯罪了。小舅子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警察先生，我心里实在是气不过呀。我姐持家贤惠，对她那么好，而她呢，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的，给我姐戴绿帽子就算了，现在还打我姐。”丈母娘爬过来给警察跪下求情道：“警察先生啊，你们一定要还我女儿一个公道啊，她太可怜了。”其中一位警察连忙将丈母娘扶起来，安慰道：“大娘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”就这样，我被2位警察押到警车里，被带到派出所的审问室内审问我，而林小冉则是被警察带到医院做检查，看是否真的被我强奸了。审问室内，警察先是教育我一顿，问我为什么要打老婆，还强奸老婆。我说没有打老婆，这一切都是林小冉自愿的，她遍体鳞伤的样子也是她自己弄出来的。由于我没有证据证明我的说辞，警察根本不相信我。1小时后，检查报告出来，坐实我强奸。由于我和林小冉是夫妻关系，警察还是抱着调解的态度劝说林小冉。林小冉一口咬定我家暴她，还强奸她，拒绝原谅我。最后警察说，这件事情我们不好定罪，刘冰暂且拘留，你们去法院起诉他。我在所里被拘留了半个月，最后送上法庭。由于我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家暴和强奸林小冉，最终我被法院判了2年08个月有期徒刑。另外，我的婚前婚后财产全部归林小冉所属，并且法院还将我和林小冉强制离婚。我要上诉，等了1个多月，我的上诉直接被驳回。入狱的第3天，林小冉和他弟弟过来看我。我的绝户姐夫，不对，你已经跟我姐离婚了，现在不是我姐夫了。刘冰，当初你不给我买房子，现在你的房子已经属于我了，哈哈哈！房子真不错呀，120平米，3个房间，2个卫生间。现在我和我姐还有我爸妈都住进来了，谢谢你啊，冤大头！林华得意地炫耀着，让你当初拿30万出来，你不愿意，现在捡了狗屎丢了西瓜，你活该。林小冉站在旁边，脸上一直带着冷笑。我打量着林小冉，发现她的站姿有点不对劲，肚子有些前倾，背部有些后仰。自己看向她的肚子，发现她的肚子居然有些微微隆起。林小冉，你怀孕了？我难以置信地问道。哟，眼光还挺毒辣的嘛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林小冉摸了摸肚子，对着我讽刺地笑道：“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”我愤怒地质问：“我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跟你有毛关系？”林华打断我的话：“反正我是孩子的亲舅舅，至于谁是孩子的亲爹，嘿嘿，我就不告诉你。”此刻，
我已经完全听不进林华的话，死死地盯着林小冉问道：“林小冉，告诉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”林小冉轻轻地对我说道：“我怀孕1个月了，你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？我在派出所拘留了半个月，又坐牢1个月，说明这孩子不是我的。”我痛苦绝望地怒吼：“林小冉，你个王八蛋！我对你们全家那么好，你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！”见我情绪激动，狱警直接将我押到牢里。本以为我的人生就此完蛋了，没想到3个月后，林小冉单独过来探我的肩。这次见面，我的目光第一看向的就是她的肚子。奇怪，她的肚子怎么小了？按道理来说，她已经怀孕了，肚子应该越来越大才对。而且她的面容很憔悴，人也瘦了很多。说真的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的财产都是她的了，她应该过得很滋润才对，怎么越过越差了？林小冉跟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刘冰，我把孩子打掉了，不是你的孩子，我是不会生下来的。”我冷哼一声，现在对于这女人说的话，我是一句都不会相信的。不是我的孩子，你不会生下来？呵呵，说出这种话，你不觉得很不要脸吗？对不起，刘冰，是我害了你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女人居然向我道歉，我已经坐牢了，她给我道歉有什么意义呢？很快，我想明白了，你们家是不是没钱花了，所以向我道歉？是想从我口中试探一下有没有钱私藏了起来。他爸那种赌鬼，家里有座金山又不够他输的，而他弟完全传承了他爸的特质，再加上他妈是个病痨，每天都要吃药，高血压的药、心脏病的药、气管炎的药，加在一起都是不菲的开销，似乎被我说中了。林小冉不好意思面对我：“刘冰，我现在真诚地向你道歉，你能不再在监狱里好好表现，提前释放？只要你出来，我还会再嫁给你的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补贴娘家了，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。我给你生孩子好不好？”林小冉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。听到他说的这些话，我特么笑了。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，现在求我在里面好好表现，提前释放，你跟我开国际玩笑呢？滚！马上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我的钱被你家人榨得一干二净，毛都没有。其实我还有钱，这些年私藏了10万，放在一个铁盒子里，埋在我曾经待过的孤儿院某个隐秘墙角。见我没有钱，林小冉落寞地离开了。1个月后的某天早上，狱警突然把我喊起来：“刘冰，你可以出狱了。”什么呀？我出狱了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才4个月吧，就被释放了。我在这里表现的也不是太好啊，顶多算是中规中矩，一下子减刑这么多。这时，狱警跟我解释道：“你的前妻去公安局自首了，主动承认是她陷害你的。”什么呀？林小冉自首？她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纳闷了，我怎么知道？问你的前妻去。现在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去办理手续。走出监狱，我第一时间打听林小冉在哪，因为我想不通，林小冉为什么会自首，主动承认是她自己陷害我。经过打听，得知林小冉在派出所被拘留，我直接打车前往。来到派出所，当初抓我的警察向我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刘冰，是我们错怪你了，来找你前妻是吧？我带你过去。”一间昏暗的屋内，林小冉跟个傻子一样坐在里面，两眼无神，整个人消瘦又憔悴。警察将门锁打开，我走进去，看到我的一瞬间，林小冉激动欣喜地流下眼泪。他缓缓开口道：“刘冰，我现在替你坐牢，我被判了6个月，你能不能等我出来？这些日子我过得太苦了，回想起这几年
你对我的好，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对不起，刘冰，求你原谅我。等我出狱后，我们再结婚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一定要等我。看着林小冉忏悔，我一言不发，也不想询问他为什么要自首。不过我也能猜出个大概。从拘留所出来，警察跟我说，刘冰，林小冉的母亲死了，心脏病发作死的，尸体在家里发臭，还是被邻居发现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震惊，前丈母娘死了，而且还死得这么惨。警察继续道，林小冉他爸坐牢了，由于欠了太多的赌债，跟债主闹矛盾，失手杀人，已经被关押了。至于你的前小舅子，也是因为赌博把人捅伤了，他人也在这里拘留呢。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我连忙拒绝。真没想到，短短4个月，在没有我的帮助下，他们一家4口居然变成这样。我只能说活该。我回到曾经住处，这里已经换主人了。询问下才知道，这房子被林华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给卖出去。毕竟这屋子里死过人的，能卖出去已经很不错了。之后，我将埋在孤儿院角落里的钱给挖出来，然后远离这座城市。后来我也回来过，是林小冉出狱的那天。不过我没有接她，而是躲在角落里看了她一眼，便离开了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。不过我不敢再结婚了，被林小冉伤害怕了，再也不敢相信女人了。余生尽情的享受吧，如果姻缘来了，就顺其自然。因为我真想有个孩子。后来我听人说，林小冉一直在找我。这个女人，我现在看到她就怕，不会再去理会她了。我叫林小冉。我真的很后悔把刘冰送到监狱。当初之所以做个伏地魔，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，是因为我一直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可。从小爸妈就重男轻女，他们对我很不好，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弟弟。他们对我的教育一直都是打压，这也导致我的人格变成讨好型人格。我一直想要获得父母的认可，只要他们夸赞我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当初我和刘冰结婚，就是冲着他的钱去的。正巧他是个孤儿，和他结婚后，我无止境地用他的钱接济我爸妈，还有我弟。当我用刘冰的钱替父亲还赌债，替母亲买药，替弟弟交学费，给他钱谈恋爱，他们对我不停夸赞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渐渐的，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开始对我越来越依赖，这令我的成就感越来越爆棚。我害怕失去父母对我的认可和依赖，于是我就拼命地压榨刘冰。只是我没想到刘冰是那么的爱我，对我还有我的家人出手阔绰。可是我不知道珍惜，从来没有体谅过他，还在婚内出轨我的初恋。那天我把刘冰的30万现金拿给弟弟买房，刘冰跟我大吵一架。那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退路，因为我和初恋好上了，他也挺有钱的，虽然他有家庭，但是他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离婚，他就立马离婚，然后跟我结婚。所以我才有恃无恐，肆无忌惮地挑战刘冰的底线。直到刘冰听到我和家人说他是绝户，当时他一脚踹开门，我心里是有点慌乱的。可一想到初恋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。后来我也想了个损招，诱惑刘冰跟我恩爱，然后告他婚内强奸。当我把刘冰送到监狱，我的心里很开心，以为自由了，重获新生。刘冰的财产都属于我了，房子、车子还有存款。当天晚上，我和初恋疯狂了一夜。在这之前，我就把体内的环给取了出来。在爸妈的要求下，当下我就把房子和车子过户给弟弟，他们也承诺和我一起居住。毕竟房子那么大，有3个房间，
4个人住一点都不拥挤。后来我怀孕了，还故意去监狱逗刘冰。随着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要求初恋离婚，然而他却骂我是个傻逼，说我俩的感情是奸情，他很爱他老婆和孩子，绝不会离婚跟我结婚的。他还逼迫我把孩子打掉。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，父母把我的东西全部扔出来了，他们骂我是个废物，怀了人家的孩子还无法将对方勾到手，他们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，逼迫我出去赚钱。最后我爸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，我流产了。当我被父母从家里赶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是爱刘冰的。可是，一切都晚了，我没有能力赚钱。出院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去找刘冰，问他还有没有钱了。没有他，我真的活不了。当刘冰说他1毛都没有，钱都被我们一家4口榨干了，我后悔无比。当初为什么给父母那么多钱，都没有给自己留一点？为了生存，我去派出所求警察给刘冰减刑。我被警察骂了一顿，他们对我说，想要刘冰释放，除非我主动承认当初陷害了刘冰。不过，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坐牢，毕竟诬陷他人也是犯法的。为了能够有男人养我，我自首了。后来我被拘留，在我被拘留的第2天，警察告诉我，我妈死了，死在家里，尸体发臭，才被人发现的。当时我没有流泪，心里只是有点伤心而已，但更多的是解脱。后来警察又告诉我，我爸杀人了，坐牢去了，我弟也把人捅伤，坐牢了。离开刘冰短短4个月，我们一家4口，死的死，坐牢的坐牢，没有一个有好结果。或许这就是报应吧。当刘冰来拘留所看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又开心又充满愧疚。开心的是，刘冰心里还有我；愧疚的是，我做了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我求刘冰等我出狱再结婚，可是他一言不发，这让我心里没底了。后来我坐牢了，每天期盼着刘冰过来看我，苦苦等了半年，都没有见到刘冰。直到我出狱那天，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影。我找到刘冰公司曾经的员工，打听他的下落，然而没有人愿意告诉我，刘冰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，求求你出来见我。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，我发誓。这几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这天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得了胃癌，再不好好保养，没几年可活了。可是没有刘冰的照顾，我怎能过得好？而且我也没有钱治病。刘冰，你能不能在我死之前见见我？我求你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